哈迪哈喽，今天的徒步路线是以 Ollstadt 西南牧场边的停车场为起点，先向南穿过草地和牧场，在小教堂门前稍作休息，然后向东、向北、向东北，在 Katmasfjella 周围玩水后向西，从小镇的边缘沿着溪流回到停车场。全程大约 5.7 公里，海拔在650到780米之间。瀑布附近有一些高阶楼梯，爬行高度130米，最大坡度17%。因为路途较短，所以徒步难度相对简单，遛娃遛狗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先隆重介绍我们频道开播以来的第一位嘉宾。这位小姑娘非常喜欢恰恰，在这个终于放晴的周末，她揣了一兜的小狗零食，抛家舍业地加入了我们徒步小分队。她今天的任务是负责牵小狗，而小狗的任务是多看顾一个人儿。我们俩大人就只管放松喽。我们这次选择将车停在 Ollstadt 西南一处牧场边的停车场。Ollstadt 是上巴伐利亚 Garmisch-Partenkirchen 的一个市镇，在慕尼黑以南65公里。从慕尼黑自驾到停车场走 R95 一共不到50分钟。停车场车位充足，房车也可以在这里过夜。哦，恰恰我们牧羊去吧，走。可惜没有羊。每年的复活节后，阿尔卑斯山区的滑雪场就陆续关闭了，意味着低海拔的山坡积雪开始明显融化。到了5月份，大部分的山谷改头换面，以嫩绿色为背景，上演春夏限定的生机勃勃。再加上小野花和蒲公英的点缀，仿佛闯入了宫崎骏的夏天。在我们徒步的过程中，经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小教堂。小教堂通常指没有神职人员常住的教堂，按功能的不同，又能分成很多种类。我们在前面几次徒步日记中，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基于奇迹的发生，成为朝圣目的地的小教堂。还有一个是农场中的几个农民家庭捐赠建造后，用于自己祈祷的小教堂。我们眼前的这座小教堂是为了感谢瑞典人在30年战争中没有侵害居民和村庄而建造的。1874年，这里爆发了炭疽病后，Ollstadt 的农民聚在一起，他们立誓每年的9月14日都举行朝圣，祈祷可以解救这个瘟疫带来的苦难。在他们发愿后，疫病就消失了，所以这间小教堂的功能应该是还愿和感恩。
我这个水真的很清澈。嗯，他就是挑水。我刚才在停车场给他水喝，他不喝。这种在流动的才是。这水很凉啊！你喝不喝？我不喝。哎呦，够，水挺凉的。这是恰恰的水。是这些动物的栖息地，这个地方。是。有下面那个狼还是狼吧？来，看看这是。又下来。是狼，看一下是不是挺像的，跟这个。看起来跟老鼠也挺像的。他俩分道扬镳了，吓一跳，我以为马叫呢。我觉得都是我学马还行。Altstadt 是 Das Blaue Land 蓝色土地旅游区的一个部分。这个旅游区包括阿尔卑斯山路的一些地区，其中我们已经去过的是 Monau 和 Hicksee。蓝色土地这个名字的来源跟黑森林差不多，就是远远的看过去，连绵起伏的山脉是蓝色的。特别是秋季的清晨和傍晚，在不断变化的光线的照耀下，效果格外明显。离开寒冷的季节后，我们不再四处寻找美丽的日落，玩水变成了夏天的必备选项。上次徒步在瀑布前，小狗出色的攀爬能力获得了我们的齐声喝彩。这次看见小姐姐站得比它高，又激起了它满满的胜负欲。没人看见它是怎么爬上去的，但是我们都看见它下不来了。一生要强的小狗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丢掉了它所有的面子。用成语来形容它，就是好高骛远、眼高手低、志大才疏、人菜底儿大。
最后，在小镇里，我们看见了3只恰恰配色的鸭子，可惜它们急着游泳，并不打算搭理我们。一下午的行走，小孩和小狗都有好好的完成他们的任务。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。感谢订阅，祝你发财！